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健康生活与饮食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期我们聊一下最后2种被召回的食品，以及如何追踪食品召回，政府、行业和零售商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先聊一下被召回的木瓜、桃子和甜瓜，它们上榜的原因呢，也是沙门氏菌。为什么它们会有风险呢？对于桃子来说，污染似乎是来自动物饲养场。例如，在对2020年召回近 1.13 亿磅这种水果的调查中， FDA 发现这些桃园靠近饲养场，其中一些果园的沙门氏菌检测呈阳性，类似于之前在牛和家禽中发现的沙门氏菌。这一次呢，可能不是灌溉水中有细菌，而是细菌通过风传播并沉淀在作物上的尘土和土壤中造成的污染。对于哈密瓜和其他甜瓜来说，当水果在出售前被切成方块或球状时，问题似乎最常见。Rogers 说，当你切开农产品的时候，你就增加了将表面可能存在的细菌转移到果肉中的风险。在商业设施中，水果和蔬菜在一个地方加工可能会造成交叉污染。对于木瓜来说，从墨西哥进口的水果风险似乎最大，这反映出 FDA 在检查美国以外的生产时可能会遇到困难。所有水果都有一个共同的风险，就是通常人们不会烹饪它，通常都是生吃的。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Rogers 说，最好是避免切好的水果，特别是如果你有食源性疾病并发症的高风险，取而代之的是买整个水果，然后在家里自己切碎。在选择完整的水果时，避免擦伤或损坏的水果。洗涤主要是帮助去除污垢和一些杀虫剂，而不是细菌，但它仍然值得一做。我们现在聊最后一个被召回的产品，有未烹煮的面粉、库奇、布朗尼、蛋糕和煎饼混合物，以及预制蛋糕糊。它们被召回的原因是含有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Rogers 说，随着小麦在田里生长，它不仅会受到附近饲养牲畜的农场的大肠杆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还会受到野生动物粪便的污染，特别是鹿和鸟的粪便。将谷物制成面粉的碾磨过程并不能杀死这2种病原体，只有将它们作为正常食物来烹煮，才能变得安全。在研究的6年中，2次召回导致了所有报告的疾病。2019年，一种与饼干和布朗尼混合有关的 STEC 大肠杆菌导致9个州的21人患病。2021年，与蛋糕混合物有关的疫情导致12个州的16人患病。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尽管可能很诱人，但不要吃生的自制面团和面糊，哪怕是一点点的味道。这不仅可以保护你免受面粉中的任何细菌的伤害，还可以保护你免受生鸡蛋中可能存在的沙门氏菌的伤害。此外呢， Rogers 建议将面粉和包括面粉在内的烘焙混合物远离所有即食食品，如新鲜农产品，无论是在超市购买时还是在家中储存时，都应该如此。好，我们现在聊聊如何追踪食品召回。无论你在选择要购买的食品时有多么警惕，有时你仍然可能买到被污染的食品。这就是为什么了解食品召回信息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注册 CI 的食品安全警报服务，他们会在了解到重大食品召回和安全警报时发送短信通知你。你还可以直接从 FDA 和 USDA 网站上订阅食品召回警报。一些超市还会通知顾客他们购买的食品是否被召回，例如 Costco 会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联系会员，有时甚至在 FDA 或 USDA 公布召回信息前1-2天就通知会员。Costco 的副总裁 Craig Wilson 表示，公司之所以能比联邦机构更快地采取行动，是因为他直接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消息。Wegmans 表示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其购物俱乐部会员，而 Whole Foods 则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那些在网上购物或使用 Amazon Prime 购买食品的会员。那政府、行业和零售商需要做什么呢？Ron Hua 表示，没有任何参与食品种植、销售和监管的人希望人们生病。
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存在着竞争的利益和优先级，因此改进很难实现。但他表示，一些部分解决方案已经得到了认可和理解，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以下是几个重要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更多来自联邦监管机构的监督。Ron Huang 表示，这主要意味着能够检查和监测农场和饲养场，更具有解决关键风险因素的权利，以及增强追踪受污染食品的能力。美国有超过81000个注册食品设施，这些都在 FDA 的监管范围内，但该机构对这些设施的检查实际上正在减少，从2011年的10635次下降到2021年的4535次，下降了60%。在获得更多检查员和检查之前，鉴于国会可能不愿意提供更多资金，Ron Huang说 FDA 已经试图针对其工作进行定向，包括对美国以外种植的洋葱和木瓜进行更多的检测。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与州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现在一半的食品检查由各州完成。关于禽肉的一个积极发展是，美国农业部去年提出了将某些严重菌株的沙门氏菌视为禽肉中的禁用物质，从而赋予其更多的权利，以命令召回被污染的鸡肉和火鸡。该机构旨在将与禽肉有关的沙门氏菌感染减少25%。另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是 FDA 最近在期待已久的新工具方面取得了进展。该工具将使识别受污染食品变得更加容易。称为食品可追溯性规则的新规则要求食品生产商、加工商、包装商、经销商、超市和一些餐厅制作可追溯性计划，其中包括为食品分配代码，以便更有效地追踪。该规则将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种植者、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应对措施各不相同。国际新鲜农产品协会的食品安全和监管官员 Jennifer 博士表示，水果和蔬菜与鸡肉和牛肉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其中一些行业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食源性疾病。例如，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叶菜营销协会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规定了农民可以在离养牛场的地方种植作物的距离。在加利福尼亚州，该组织还实施了新的采样检测要求。Ron Huang 说，种植者正在使用一些杀毒剂处理水以杀死大肠杆菌等细菌。在涉及与墨西哥种植的木瓜被召回后，该行业更新了一个几十年前的指导文件，并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供墨西哥种植者使用。一些零售商，包括 Costco、Wegmans 和 Whole Foods 在内的一些零售商也正在采取措施，确保他们销售的产品的安全。这3家零售商都实施了要求他们的叶菜类供应商在产品运往店铺之前进行有害细菌测试的计划。Whole Foods 的供应商必须在田间和加工厂内对叶菜进行测试。Wegmans 要求在收割前不超过4天对叶菜进行细菌测试。Costco 的测试要求适用于袋装农产品，包括叶菜。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希望各位注意安全，保持健康。谢谢你们的观看，下次再见。